大家好，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拉塞偏偏，咱们这就进入鬼怪的第2期。上回书说到，地狱使者和宅店老板 Sunny 一见钟情，可惜人鬼殊途。阿史想联络 Sunny， 却输在没有手机。阿鬼则一直不敢告诉恩卓，当他拔出大宝剑，自己就会消散于天地间。目前恩卓还单纯的以为大宝剑是鬼怪的负担，拔剑就是他留在鬼怪身边的价值。话不多说，咱们接着往下看，两对有情人到底还要面对什么坎坷？本期开场，恩卓从加拿大回到韩国，遇见鬼魂4人组之一的眼镜妹。眼镜妹刚离世不久，急着完成最后的心愿。她生前一直住在考试院，看过《他人即地狱》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韩国的考试院环境那有一个糟乱差。眼镜妹担心母亲为她整理房间时，看到空荡荡的冰箱会难过，就拜托恩卓把冰箱填满。恩卓虽然穷，但人还挺机灵，他用豪华套件的零食、饮料、矿泉水装满了眼镜妹的冰箱。妈妈打开冰箱，看到满满的食物，失去女儿的悲伤有所缓解，眼镜妹也放了心，主动向阿史报道。阿史工作结束，再次来到了与 Sunny 初见的天桥。Sunny 就在这里等他，还直率的邀请阿史喝咖啡。然而阿史在恋爱方面是个憨憨，就会直勾勾的盯着 Sunny。本来气氛还不错，坏就坏在 Sunny 问阿史叫什么，可地狱使者并没有名字，这让阿史咋回答？你好，我是个死人，还是个死神。这道题实在太难了，阿史答不上来，当场落荒而逃。阿史卡在了自我介绍，阿鬼卡在了是否拔剑。他最终决定带恩卓回家，方便随时随地拔剑，并打算在彼此感情更深之前，让一切尘归尘，土归土。사랑해。听到告白的恩卓却露出了难过的表情，因为此时下起了大雨，说明鬼怪说这番话时并不开心。回家的路上，恩卓也问起了阿鬼的真名，阿鬼原名叫金信，也就是曾经的金将军。不过自从他成为鬼怪，就只能加入德华家隐姓埋名，外人都以为他姓柳。没错，德华的全名叫柳德华，而在家里给他起这个名字，还是因为阿鬼当年迷上了刘德华。由于恩卓来的太突然，他只能暂住在阿鬼的房间，那阿鬼和阿史就要被迫同居，而且还要霸占阿史的床，逼阿史睡沙发。恩卓在阿鬼的房间无意中看到了他几百年前留下的遗书，可遗书全篇都是汉语，恩卓根本看不懂。这里需要科普一下，古代的朝鲜人虽然说的是朝鲜语，但并没有相对应的文字系统，于是中国汉字变成了他们的官方文字，而且只有贵族才会写，老百姓都是文盲。还好恩卓看不懂汉字，因为阿鬼的遗书实在太沉重，与其说是遗书，倒不如说是希望神明赐自己死亡的请愿书。阿鬼想到生死就睡不着，难得和阿史吐露心声。神曾化作蝴蝶出现在他的身边，如果再有机会和神面对面，他想告诉神不要再失恋他了，他没有神想象中那么坚强。第二天一早，吃着阿鬼和阿史准备的早饭，恩卓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他激动的决定打工赚钱，以后早饭他来做，衣服他来洗，孩子他来带。恩卓还有鬼怪约法3章：一、鬼怪不能经常降雨，影响室内交通；二、地狱使者不许出言威胁，把去死挂在嘴边；三、如有急事请电联，不要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前2条还可以，第3条咋解决呢？阿鬼让德华置换了台手机，这个把阿史高兴坏了，只要勤加练习，他就能给Sunny打电话了。另一边，恩卓搜索金信的资料，只搜到1条，金信是武神，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相关记录。1天时间不到，恩卓的房间已经布置好了，鬼怪就住在楼下，感受着恩卓在房间里的一举一动。不得不说，也就是恐龙长得帅，要是换张脸，立马就变猥琐男了。有人享受初恋的甜蜜，有人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阿史考虑再三，决定向恩卓咨询名字的事，可把恩卓吓够呛，还以为地狱使者是来勾魂的，喊3遍自己的名字，自己就挂了。其实阿史是想问，现在的女人都喜欢男人叫哪种名字？현빈、원빈、김우빈。恩卓经过深思熟虑，打算和阿鬼谈条件。他害怕一旦失去利用价值，阿鬼就会把他赶出家门，所以阿鬼必须给他500万，满足他的大学学费和生活费。只有这样，恩卓才肯拔剑。500万韩元其实折合成人民币还不到3万块钱，对阿鬼来说当然不算啥，可他就是不肯和恩卓之间有金钱交易，连阿史都跑出来帮恩卓说话。之前从恩卓那里得知了阿鬼的名字叫金信，阿史居然流露出了羡慕之情。阿鬼不肯给钱，恩卓不搭理阿鬼，反而去帮阿史做家务。恩卓和阿史聊起，他从小就喜欢电台，未来的理想是当电台 DJ。阿鬼越听越吃醋，恩卓却觉得无所谓，反正都是一起住的人，聊聊天咋了？阿鬼让恩卓少跟阿史说话，保不齐哪天被当场带走。恩卓的反怼阿鬼，你要是针对我好，咋不帮我实现生日愿望？ 안 이루어졌잖아요, 남친. 여기 있잖아, 네 남친. 여기 어디야, 여기 어디? 여기 네 앞에 나. 阿史实惨，他连电话都不敢打，还要被喂狗粮。最后还是阿鬼强行帮忙拨通了Sunny的号码，吓得阿史赶紧来了一招时间暂停，然后开始练习开场白。 어머, 여보세요. 여보세요. 난 3번째. 经历一番波折，阿史和Sunny约了明天见面。这是一场4人约会，德华作为工具人全程陪同，Sunny也带着女性朋友想考察一下阿史。可德华一上来就抢了阿史的风头，他不仅是富3代，还是Sunny的房东，炸衣店的产权就在德华的名下。大家好，我是陆星菜。搞错了，是这段。 유덕화입니다. 阿史用意念赶走2个电灯泡，
阿史还自称金宇彬，想讨三弟的欢心。可三弟要名片，阿史没有；问职业，阿史不能说。三弟想要自己房东德华的联系方式，可阿史不能触碰人类。在三弟从他手中抢手机时，瞬间撒开了手。三弟从未见过如此奇怪的男人，约会就这样无疾而终。不过阿史还是把从三叔奶奶那里拿到的戒指还给了三弟。另一头，由于阿鬼悍跳男朋友，导致他和恩卓之间多少有点尴尬。为了打破僵局，两人约在了加拿大餐厅吃饭。阿鬼有个能力，可以看见别人的未来。虽然他一直没有看到恩卓的未来，但这次却通过餐厅服务员看到了29岁的恩卓。然而那时候的恩卓早就忘了鬼怪。대표님여기요。恩卓的未来也是阿鬼的未来。阿鬼意识到，他最终还是选择了让恩卓拔剑，也只有他顺利死去，从恩卓的回忆里消失，恩卓才能开始崭新的人生。填不过5分钟就开始发大刀。阿鬼受不了活在失去的恐惧中，回家就让恩卓帮他拔剑。恩卓看出了阿鬼的反常，又想起金信没有任何历史记录，不禁怀疑阿鬼犯了造反之类的大罪，所以被史官抹去了存在的痕迹。可他很快又否定了这一观点。如果鬼怪真是恶人，神不可能赐给他能力，也不会让阿鬼遇见鬼怪新娘。阿鬼正在为恩卓的话感动，谁成想恩卓话锋一转，又和阿鬼谈起条件。阿鬼必须猜出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恩卓才同意帮他拔剑。阿鬼不知道恩卓想要的到底是什么，阿史不知道该怎么表现才能在三弟面前像个活人。俩老头又成了难兄难弟。大家还记得吗？恩卓之前帮眼镜妹完成了遗愿，这次婆婆鬼也来求她。婆婆的愿望很简单，她想让恩卓帮忙问问阿鬼下一期双色球的中奖号码。问到以后，婆婆再托梦给子女。恩卓自己也想发一笔横财，可惜法律规定未成年人不能买彩票。接着，阿史又到了上班时间，这次他的目标似乎是一位盲人。地摊奶奶从他身后经过，径直走到一家医院的儿童病房。小女孩礼貌地朝他问好。看来奶奶在儿童面前是奶奶的形象，在成年人面前就是性感美女的形象。她来医院这一趟是为了拯救一个病危的孩子。奶奶是守护孩子们的神，神的类型多种多样，让阿鬼变成鬼怪的神又在哪儿呢？同一时间，阿史已经完成工作，盲人已经死去。他在离开时，竟然发现自己曾经的导盲犬就在门口等待。Happy？ 送着一人一狗去了天堂以后，阿史转头在天桥又碰到了山里。他傻乎乎的想自己还没有名片，山里又要嫌疑他奇怪，情急之下，阿史只好戴上帽子隐身。偏偏在这时，山里拨通了阿史的手机号。三弟吓得赶紧跑回店里，问恩卓相不相信世上有鬼。恩卓连忙摇头，他向三弟保证这个店里绝对没有鬼。下班以后，阿鬼和恩卓聊起他能看到每个人的过去和未来，却唯独看不到恩卓的20岁、30岁。也许鬼怪新娘是特别的。恩卓又问起阿鬼救自己妈妈的过程。阿鬼说，那天他被恩卓妈妈的诚心打动，因为恩卓妈妈并不是为自己呼救，而是为了肚子里的恩卓。恩卓很感激阿鬼，决定不谈条件了，立刻帮对方拔剑。可事到临头，阿鬼又慌了，他去中转站找阿史凡尔赛，说自己实在不忍心让老婆守寡。阿史无语了，外头小鲜肉一抓一大把，谁会赖着你这颗老帮菜？阿鬼反驳，我咋了？我也才900岁啊！웃으면안되는데。有一说一，我觉得这里是真的笑场了。阿鬼舍不得恩卓，更不敢告诉恩卓拔剑的后果，他不知道还能隐瞒到什么时候，只能回到冷落恩卓的状态，这样对方就不会总提拔剑的事。恩卓也搞不清老男人的心理，照常上学放学，和阿史聊天。阿史在心里偷偷告诉恩卓，一路的死者逢9必遇险，也就是说，恩卓的9岁、19岁、29岁都会碰到死亡危机。就算恩卓顺利的度过19岁，29岁还有一个坎儿。恩卓没听到阿史内心的 OS， 他满心都想拔出大宝剑解救阿鬼，和阿鬼去拿各种借口，一拖再拖。一会儿怪天气不好，一会儿又怪天气太好。阿鬼向德华的爷爷交代身后事，在他走后烧掉自己妹妹的画像，替自己照顾好恩卓。另外，阿鬼把银行卡送给了德华，把大房子的房产证送给了阿史，拜托阿史在他死以后帮恩卓消除有关鬼怪的记忆。接下来就是最后一步，阿鬼送了恩卓包包、香水，还有他心心念念的500万，让恩卓将来能无忧无虑的念完大学。恩卓收下礼物，好办事，爽快的跟着阿鬼穿越任意门，来到了阿鬼的秘密基地。这片荞麦地在恩卓眼里只是一片风景，可在阿鬼心里却是他重生和埋葬的地方。恩卓怕阿鬼拔剑后把他一脚踢开，还慎重的在拔剑之前和阿鬼签下合约，就算他们将来不再有交集，每年初雪的时候，阿鬼也要遵守约定来见他一面。阿鬼签字的瞬间，大雪落下，今天的初雪格外早，那是阿鬼给自己的仪式感。在这生离死别的时刻，观众们都准备好了纸巾，可恩卓却突然掉链子，他能看得到剑，却握不住剑柄。难道说要像童话故事那样靠真爱感能上天？可真爱该怎么表现呢？事实证明，气嘴也没用。阿鬼也彻底没了与世长辞的心情，不死了，回家。德华还在痛哭流涕，鬼叔竟然活生生的回来了。阿鬼要收回房产证和银行卡，还有恩卓的包包和500万。恩卓立马服软，张口就说我爱你。아저씨 닥쳐! 사랑 내 이동!
安卓拔不出剑，多少有些心虚。他怕鬼怪新娘另有其人，偷偷让阿史帮忙想办法，说自己连初吻都奉献了，可根本不管用。阿鬼听不下去了，他思想特别保守，自己的新娘怎么能随便和别的男人聊初吻？高考在一家人的吵吵闹闹中到来，安卓却错过了去考场的公交车。阿鬼只能开动任意门技能，抄近路送安卓。目送安卓进考场以后，阿鬼关上了任意门，差点被一个骑单车的男人撞到。单车男脾气很不好，大骂阿鬼没长眼。阿鬼脸色凝重，不过不是生气了，而是他看到了单车男不久以后将死于车祸。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安卓走出考场，其他同学的父母都在考场外等待，安卓却只能朝天亮的妈妈挥手。好在安卓的新家人还是给他准备了惊喜。安卓抓住机会提要求，他今晚要和阿鬼约会，一起看电影，吃爆米花。毕竟高考生凭准考证买票能打5折呢。两人决定看恐怖电影。欢乐的时光结束，安卓还是对阿鬼说出了心中的疑虑。他注意到拔剑之前，阿鬼给每个人都留了礼物，是不是做好了去远方的打算？阿鬼对安卓的猜测不置可否。他告诉安卓，如果他不是鬼怪新娘，当真正的鬼怪新娘出现，自己别无选择，只能去远方。两人都在心里默默祈祷，真正的新娘可以晚一些出现。几天后，安卓去大学进行媒体专业笔试，正好碰到了青梅竹马的学长。安卓还记得小时候，他总是默默看着学长打棒球，没想到学长现在长这么帅，怪不得后来有漂亮姐姐请吃饭。这还没上大学呢，安卓就被小鲜肉勾引，要真上了大学还得了？鬼怪第2天就去大学棒球队找学长的麻烦，可学长却一眼认出了鬼怪。当年小安卓跟他打棒球时，阿鬼就是旁边捣乱的大叔。那年阿鬼要帮助的人是学长，所以他主动和学长比赛打棒球，并承诺只要学长赢了，阿鬼就可以让他讨厌的钢琴消失。由于阿鬼疯狂放水，学长自然获得胜利，阿鬼就直接变没了学长家的钢琴。学长对这段回忆印象深刻，还奇怪阿鬼为啥没有变老。阿鬼不能暴露身份，只能求阿史帮自己抹去学长的记忆。阿史早就吃他俩狗粮，吃得不爽，自然就没有答应。于是阿鬼看着恩卓和学长约会，只能干着急。此时Sandy给阿史打来了电话，阿史不敢接，怕Sandy又问自己身家背景，便急匆匆地跑去找恩卓这个活人帮忙，正好打断了恩卓和学长约会。恩卓压低嗓音接了电话，Sandy也不疑有他，随口让恩卓帮自己转告阿史，明天要和他在咖啡厅见面。不过俩人都没听出对方的声音。第2天约会时，Sandy还是好奇阿史没有名片可以直说，为啥躲躲藏藏不肯见面？阿史表示他只是想在Sandy面前展现完美的样子。우빈 씨는 뭐 좋아하세요? 써니 씨요. 阿史这口才，平时肯定没少看老韩剧。Sandy以为他是想好好表现，可阿史这个死直男突然说公司要团建，全员都不能迟到。说罢就真跟一堆地狱使者团建去了。这里有个巧合，阿史也撞到了阿鬼遇见的单车男。单车男是个惯偷，抓阿史就是为了偷团建费用。一群地狱使者被迫吃了霸王餐，纷纷戴上帽子隐身离开。只有阿史惨遭同行陷害，被老板直接送进了警局。阿史以帮阿鬼删除学长记忆作为交换，让阿鬼帮他保释。令阿史不爽的是，阿鬼不但有他所没有的名片，甚至柳氏家族企业的所有资产全在阿鬼的名下。回到家中，德华想起爷爷嘱咐他把鬼叔妹妹的画像送回来。阿鬼出门去找安卓了。阿史好奇画上的是谁，打算替室友查看一番。阿鬼的妹妹为啥会让阿史反应这么大？历史渊源稍后揭晓。同一时间，安卓和阿鬼一起回家，安卓聊起了自己的身世，心中又是一阵失落。他没有亲人，也没什么朋友，将来就算结婚，可能也没法办婚礼。阿鬼想给他一些安慰，可就在两人拥抱的刹那，阿鬼胸口一阵剧痛，大宝剑再次显现。这一次，安卓不但握住了剑柄，还拔出了几分。可现在还不是离开的时候，阿鬼情急之下一把推开了安卓，用光速转移接住了他的新娘。安卓在醒来已经好好的躺在床上，他并没有为刚才受到惊吓埋怨阿鬼，还以为阿鬼肯定是太疼了才会用力推开他。阿鬼造成了连环车祸，还得靠大家善后。爷爷身边的得力助手金秘书负责组织员工连夜撤掉网上与车祸相关的新闻。德华提着大量现金赔偿车主，还不忘叫阿史批量修改目击者的记忆，最后再删掉附近的监控录像，可算给阿鬼收拾好了烂摊子。而阿鬼因为刚刚经历了9死1生，直接昏睡在地板上，感觉到恩卓躺在自己身边。阿鬼缓缓醒来，感慨道：“初恋实在太疼了。”安卓在心里偷偷猜想，阿鬼的初恋一定很漂亮，所以阿鬼900年了还没忘记他，还为他写文章。安卓不好意思让阿鬼翻译，特意把文章抄下来，请德华帮忙解读文章的含义。德华告诉安卓，这是一篇悲伤的情书。安卓一想到阿鬼对初恋一往情深，连其中的内容都不想听了。可这篇文章的内容真的是情书吗？如果咱们没记错，这明明是阿鬼留下的遗书。此时请各位画个重点，将来咱们还要复习。接着，德华一改文化人的风格，向鬼叔告状，说阿史看到阿鬼妹妹的画像，激动的哇哇大哭。阿史无法解释，他觉得画像上的女人面熟，可就是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一张古代的画像让阿史开始好奇自己的过去。同僚和阿史八卦，有一个地狱使者在送走亡魂的时候，发现死者是他前世的妻子，两人就这么私奔了，也不知道有没有受到惩罚。阿史的重点在于，私奔的同事为啥会有前世的记忆？
神为什么让他们忘记前世？又为什么让其中一位记起呢？想到花园上的女人，阿史很想问问那个同事，记得前世真的是一件好事吗？恩卓高考笔试结束，为了媒体专业的面试，还要经常跑图书馆。今天他在图书馆见到了老熟人，不对，是老熟鬼。死去的女高中生提醒恩卓，她背后的胎记淡了不少。恩卓没太在意，有些人的胎记的确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淡化。接着，两人又聊起了高考成绩，说是想去哪所大学。身边的这位朋友没法去理想的大学了。鬼没告诉恩卓他死于哪年，只说他在去毕业典礼的路上死于交通事故。他的心愿很简单，如果恩卓有时间，就带一束花去他的灵位前看看。恩卓打工时还忍不住想到女高中生的死，想着想着，迎来了今晚的第一位客人阿史。恩卓很快就发现阿史对三妮有意思，他和阿史约好自己不会告诉三妮阿史的真实身份，阿史也别告诉阿鬼，学长偶尔会去炸鸡店找他。可恩卓到底只是普通人类，又怎么可能瞒得过鬼怪呢？到了恩卓面试的日子，阿鬼送恩卓上公交的同时，单身男刚抢了钱包，从阿鬼身边飞驰而过。阿鬼在恩卓高考那天就曾预见到单身男的结局，但可怕的是，除了单身男出车祸以外，随后的连环撞车导致一公交车的人都死于非命。难道说恩卓也会死在今天吗？阿鬼决定不能让悲剧发生，他不断穿过任意门，出现在了单身男死亡的路口，把路口所有摊贩的货都包圆了，提前清场，为阻止单身男做准备。单身男按时出现在路口，阿鬼干净利落的砸毁单车，拿到单身男今天抢了3个钱包。可笑的是，这3个钱包加在一起还不够人民币800块。阿鬼告诉单身男，就因为这800块钱会导致数十人丧命。单身男哪管得了别人死活，他以为阿鬼就是来找麻烦的，掏出小刀要和鬼怪比划比划。公交车自然驶向下一站。恩卓看到阿史，兴奋地和他打招呼，而阿史则难以置信，恩卓为啥会在死亡公交上？同事们赶紧检查死者名单，当听到名单上多出一个人时，阿史就知道今天白跑一趟了。阿鬼就恩卓肯定会顺带救下这一车人。阿鬼和阿史聊起几天前他就预料到了这场事故，当时恩卓并不在公交上，为什么到了事故发生当天，恩卓却上了公交车呢？阿史不知道，他只知道他要加班了，几十人误了及时，他得提交多少报告啊？事到如今，阿鬼决定不告诉恩卓拔剑的后果，他要瞒恩卓80年，等恩卓白发苍苍，他才能安心离开人世。恩卓却为了顺利拔剑，努力锻炼身体，打算一次性拔出大宝剑，给阿鬼来个痛快的。阿鬼本想劝恩卓省省力气，一只蝴蝶正好飞进了阿鬼家，难道是神没显灵？阿鬼真是大扑棱蛾子，非要聊聊。不过这举动在恩卓眼里，脑子多少是进了点水。再说说另一对，阿史深夜出现在炸鸡店门外，把三妮高兴坏了。三妮对阿史一见钟情，这次终于有机会告诉阿史，他的本名叫金善。三妮总觉得金善这个名字听上去很凄惨，所以一直让所有人叫他三妮。大家还记得鬼怪本名叫金信吗？难道三妮就是阿鬼妹妹的转世？阿鬼正一笔一画写下妹妹和妹夫的名字，阿鬼每落下一笔，阿史的心脏都隐隐作痛。三妮想帮他按按手上的穴位，舒筋活血。阿史赶紧躲开，并抹除了三妮今天和他见面的记忆。与此同时，阿鬼放飞了写着妹妹和妹夫名字的孔明灯，期待他们能顺利投胎转世。此处揭晓了，年轻的王名叫王离，很有可能就是阿史的前世。随后，三婶奶奶拦住了阿鬼的去路，叫他尽快拔剑。按照神的规定，如果鬼怪和鬼怪新娘相遇后迟迟不让对方拔剑，鬼怪新娘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注定走向灭亡。他会不断面对生死时刻，就像恩卓之前经历的那些事故一样。就在这时，恩卓也从阿史口中得知了拔剑的真正后果。拔剑，鬼怪烟消云散；不拔剑，新娘死于意外。这就是鬼怪和新娘的宿命，也是鬼怪在浪漫和欢乐之余总是弥漫着悲伤气氛的原因。阿鬼在成为鬼怪的939年间，几乎没有遭遇过任何难题。他有通天的本事，但凡现身，总是能改变凡人的人生轨迹。可这样的鬼怪在神的面前却渺小无比。他想陪恩卓平安度过这一生，可神却偏偏要他们其中一个去死。只能说编剧可真会在糖里放玻璃渣的。而这一期，阿史成为地狱使者前的身世，也初步从鬼怪妹妹的画像上得到验证。阿史和金善因戒指结缘，莫非也是神的旨意？而阿史就是刺死鬼怪的王离。阿史和鬼怪为啥从认识到现在总是吵吵闹闹、相爱相杀？看来也和前世的恩怨有关。阿鬼、阿史、三妮3人会以何种方式相认？他们前世的结局那么惨烈，这一世能否达成和解？恩卓似乎是轮回中的例外，他能超越神的力量，让鬼怪摆脱谁生谁死的艰难抉择吗？最后提醒一句，鬼怪粉们别忘了把这一视频分享出去，拉更多的人入坑。今天就说到这里，拜了个拜。